美军公布30年造舰计划，10年后将有355战舰，目标要增加到500艘。美军未来将会大量增加小型舰艇，是不是意味着美军要放弃舰艇大型化的战略？美军对未来的海战又是如何理解的？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因为美国有一个30年的造舰计划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小的舰艇增加了一些，还有呢就是舰艇的数量增加了一些。那么有人看到这个舰艇的制造计划以后呢，就开始说，这个美国呀，将来是准备用小的舰艇取代大的舰艇，美国的这种作战的方式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我对这个观点呢不太认可，因为美国的这个30年的造舰计划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今天定好了这30年就按这个计划走，不是的，它是每年都要进行一些小的修改，因为这个国际形势是发生变化的，美国的装备也是发生变化的，那么美国的这些海军的需求也是发生变化的，所以它要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这是第一点，就是数量上可能发生变化，这个舰艇的型号上也可能发生变化，那么在这个增加减少上也可能发生变化。首先，这个30年造舰计划就是一个变动的滚动的计划。那么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间看到它这个计划就是数量增加，这个小的舰艇增加呢？因为美军的战略全球部署和前沿部署没有变化，那么要满足这样一个战略需求，你就要有足够数量的舰艇，不然的话，你只有几艘艇，那么全世界这么多的大洋，你怎么去部署去啊？对不对？你都部署航空母舰，那你得需要建造多少航空母舰啊？所以不行。那没有航空母舰怎么办呢？那没有舰艇就是空白了吗？不行，那还得有舰艇，那就是小型的舰艇，因为毕竟小型的舰艇它造价低呀，可以造的数量多呀，所以小型舰艇的增加是为了全球部署，是为了前沿部署。再有一点，你比如说美国的装备，它是没有常规潜艇的只有俄罗斯、中国，包括法国这样的国家，它有常规动力的潜艇。那么常规潜艇呢，它的优点是在近海近岸的时候作战这个有优势，因为它艇小、噪音小、体量小、隐蔽性好。而你美国的和英国的都是核潜艇，它体量大，相对的说噪音也大，容易暴露。它在潜水里边，它和这个小型的舰艇它就不占优势，那怎么办呢？那一个是自己没有，还有一个不占优势，这怎么打仗啊？所以呢，他要建一些无人的舰艇，比如说这个叫海上猎人，它是无人的侦察艇，它这种艇没有人，但是呢，它千把吨，就是排水量不大，你的潜艇走到哪儿，它就跟到你哪儿，就像影子一样，你跑多快潜艇跑多快，我就在水面上跑多快。因为咱们这是平时你只要不在领海里边，我就可以跟着你一旦战时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击你，就是发现即打击。所以它是用这种无人的艇、小型的艇去弥补它没有常规潜艇，所以这个是它体系作战和信息化作战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尽管美国增加了小型舰艇的数量，尽管它增加了无人舰艇的数量，但是这些艇并不是为了用这些小艇、无人艇去取代航空母舰，去取代大型的两栖攻击舰，绝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它的这些小艇、小舰完全是为了未来的体系作战和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它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它的计划变了，就以为它的战略会变化，它以后的这种战法会变化，不会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